夏天終於來了，今天在家釀的水果酒。之前每年釀的少，到最後都不捨得喝。今年為了避免這個情況，我一氣買了240斤水果。釀酒這活可比我最近幹這些玩意省事多了。主要我們年年釀啊，那完全可以說是手拿把掐，信手拈來呀。我們甚至早上還訂了一隻烤全羊。那老闆問我幾點送，我當時斬釘截鐵的告訴他，我說你5、6點鐘不堵車給我送來就行。但是人生無常啊，我從6點之後一直在跟他重複一句話：哥們，你別着急啊，過1小時咱倆再聯繫。後來收拾梅子收拾的實在是太鬧心了，將近5000粒啊，每一粒一粒挑啊，整整幹了7個小時。我後來一度看啥都是綠的。那天看直播都有印象吧，那屁股恨不得都定蹬着了，尿尿都不起来，但就是干不完呢。后来选菠蘿的时候选的是鸡尾，本来的菠蘿选完了能放半罐，但是我們选的就剩1/3了。这1/3能保住，也是因為後來把羊拉回來了。就這屬於一個什麼原理呢？那拉磨的驢累了，你給它掛一根胡蘿蔔，它多少也能堅持。後來我們把剩的草莓和青莓都堆菠蘿那罐了，好不好喝咱們就3個月之後見吧。我也從來沒把仨水果釀到過一個酒罐裡，但該說不說的，這顏色是真好看。這幾罐子看着太有夏天的感覺了。為了迎接這個夏天，我還在得物買了一雙匡威。入夏買一雙帆布鞋是我初中開始就惦記的事兒。正好最近得物搞活動，這個復古系列最便宜的是200多，而且全系列幾十種顏色，每一款顏色都特別正。鏈接放評論區了，上得物搜狗送還有專屬的粉絲福利。後來給這蓋兒蓋上，這大工程可算是幹完了。就這3泡酒啊，以我的酒量來說，我估計能喝到我出殯那天。等吃上烤全羊的時候，其實都早上4點多了，但是我們實在不願意接受這個事實，就把桌子搬到了一個沒有窗戶的屋裡，一個個目光呆滯啊，那烤全羊都吃不出啥味兒了。從昨天早上8點開始搬東西，一直幹到今天早上4點，心都突突了。以前每年釀梅子酒啊，感覺都是收穫了夏天的第一份快樂，但那只是以前。早上给我奶送点土豆，完我奶说有点馋，肘子烩飯了。今天没做纯肉的，加了點酸菜。哎呦我的媽呀，再撒點蔥花啊，嘎嘎板着。完了前帳給寄了點青橄欖和石斛，說讓我給我奶煲點鮑魚湯，降血脂還驅寒。我奶說你跟那姑娘都黃了，你別老聽她的，到咱家了你就聽奶的，你就多放點肉比啥都強。我奶头2天新換副假牙，做了個孜然心管和黑椒牛仔骨給奶磨牙，還烤了一罐不加1滴牛奶的牛奶棒，這種奶味其實都是奶粉。炸了幾個南瓜餅，我奶吃的時候有點饞油炸糕了，我這純他媽給自己找活啊。我們哥倆今天伙食飯是肘子湯下點麵條，還烤了個地瓜。這烤地瓜絕對有說法，你在家吃它就是不甜，哎，你非得在外面凍臉燙手冒熱氣，這地瓜一下就甜了。完這幾個是我奶昨天點的菜，有蒜焖羊肉和魚子醬茄子，還有小番茄燉牛肋和糖醋魚。哎，就這個醬香的呀，紅燒的呀，酸甜的呀，老太太都賊願意吃這玩意兒。完燉肉多，我就在得物又買個電壓力鍋，這小鍋好看還挺實用，你像燉肉啊、煲湯啊、燜飯呢都沒問題。我發現像這種好看又實用的小家電，他們呼做活動啊！你上得物搜79353或者點左下角，還有新人的專屬福利。就这種好看小鍋，你哪怕看個圖，是不是比你對着你那個拉了個驢臉的對象強？來不嗆蝦那酸肘飯、紫心、糖醋魚、茄子、番牛、黑仔、蒜羊、南餅、奶棒、白稀、清湯。我們下大雪嘛，我爸和我姑就沒過來吃，但是也求走了一半。我們這一天拿我們哥倆當中央廚房呢，在這。临過元旦的時候，就上回你做的那個小點心，你就給我做點那個就行。我尋思你要吃肘子呢。我肘子那過年那是肯定的。不用我說，我跟你說，你也能給我做大肘子。那我離開大肘子，我還吃啥？我主要吃大肘子。操，这玩意真他媽不是一個手幹的活，問題他媽這個手得拿着燈啊。就這玩意兒，超市2.5塊，網上6塊，千萬別買貴了。砂鍋粥裡下這倆，才能證明你處過廣東對象。再給他帶點家裡剩的蚕蛹，你有這手藝，同事吃上保證迷糊。這是真挺好吃，下回再放點生蚝的，不腥嗎？我对象願意吃。但他媽你对象願意吃生蚝，你讓我做，操！吃鮮的還是吃凍的？都行。我可真他媽是個孝順孩子。
我最近特別想吃小时候吃的那個無花果絲兒，但是現在賣的基本都是地瓜做的，它吃起來特別面。然後我研究了一下，發現小時候吃的其實都是用蘿蔔做的，所以我們去扛了1200斤蘿蔔回來。我打算在家報復性做點這玩意兒，來彌補一下小時候不捨得大把吃的遺憾。不過要想實現這個報復啊，首先得能忍受得了這蘿蔔的香味。這麼多蘿蔔放一起，那勁兒實在太大了，我那幾天都沒敢出門見人。就當時那個狀態，我要是出門站到一個陌生人旁邊的話，他10000%分不清我是在那自己喘氣呢，還是站在旁邊偷摸放屁了。然後為了吃的時候能沒有蘿蔔味兒，我們這頓折騰啊，又是放鹽下水，又是放糖和檸檬汁給它醃底味去辣味，就連最後抓拌用的梅子粉我都費了老多心思了。我買了50斤话梅回来挨個取肉，然後打粉的時候還放了好多陳皮和甘草。這活幹的比回老家掰苞米還累，不过吃起來應該很健康。但是這麼多蘿蔔湊一起，家裡根本就曬不下。後來我把家裡所有能通風的東西都給拆下來晾蘿蔔了，完了提前選了個大晴天，整整鋪了一院子。接下來這個過程就是我命由天不由我了，那屬於是晴天定豐收啊，但雨天直接死。把這些蘿蔔都晾上了，後面就沒什麼活了，我們也能出去過個節了。正好前兩天在得物買的阿瑪尼黑武士手錶也到了，我火速就給帶上了。他們都是品牌執法有正品保障的，還有假一賠3售後保修的服務。現在點評論區打個得物，還有機會搶1000元無門檻優惠券，你們快去看看吧。然後這些蘿蔔曬了2天半，那狀態特別好，我感覺再風乾1個晚上就能豐收了。但是萬萬沒想到，那天晚上太極否來，物極必反了。那後半夜睡得最實的時候，外面下了3個小時雨，生生把我要曬好的蘿蔔乾都給澆成蘿蔔了。後來面對這琢磨不透的天氣，我覺得我必須得做點什麼了。8月15那天開始，我把我弟放到院裡打更了。這回有了守夜人的加成，那蘿蔔3天就豐收了。然後這些晾乾的蘿蔔絲需要再噴點檸檬汁回潤一下，之後拌上我們精心自制的梅子粉，最後再撒上厚厚的白色糖粉。現在不論是賣相還是味道，都跟小時候賣1毛錢一袋的零食一模一樣。尤其是那種越嚼越酸，然後酸到流口水的感覺，我已經很多年沒有了。然後為了更能還原當年的感覺，我還定制了一批包装袋，這袋一用上，我那小時候偷着拿家里錢買零食的感覺一下就上來了。就我上學的時候家里要有這麼多无花果，那我纯校園大霸。不過這些玩意兒直到我做完了我也沒想明白，我從頭到尾用的都是蘿蔔，它和无花果到底有啥關係啊？夏天到了，又可以放肆的吃小龍蝦了。但每年吃的小龍蝦口味都差不多，今年想研究個新吃法。今年趁便宜買了60斤，想看看取肉汆丸子能不能好吃。但是過程實在是太不順利了。剛要接水刷蝦的時候，我弟一不小心把盆踢倒了，我當時都懵了。我從來也沒想過買好的蝦居然要重新在家抓一遍，抓了2個小時，我心終於能消停幹活了。結果又有新的意外發生了。刷蝦的時候，我那個水管就沒拿住，我碰巧呲了他們一下。誰尋思這一下給大伙呲燃了，蝦都不刷了，變成水上樂園了。等幾個老嫂子洗完澡再出来的時候，就變成這個造型了。那天換號播，就是因為這會兒他們被認定為擦邊女主播。後來給小龍蝦取肉可挺費勁，蝦尾就沒啥說的，就纯力氣活硬掰。蝦鉗是最糾結的，就明知道它沒肉，但是不捨得扔，只能一點一點摳。問題一個鉗子就只能取出這麼點肉了，這些我一共扒了1個多小時，取的肉都不到1個碗底兒。後來我就琢磨，這小龍蝦得虧是近代被發現的，這要是早幾百年發現它能吃啊，那蝦鉗肉勢必又是一道流傳千百年的老佛爺名菜。後來有點餓了，就做了個小龍蝦醬拌麵。我最近認識個品牌的 PR， 他看我们成天拉磨實在太可憐了，送了我一台維他密斯的破壁機。這機器賊猛，直接打整隻帶殼的龍蝦都沒問題。它1分鐘能打37000轉，打個果汁賊簡單，可以直接放大塊水果，而且整條魚都可以直接打成魚湯，沒有渣，口感賊細膩，做任何菜都不在話下。然後吃完飯有點勁兒了，就直接給它都扒完了。55斤的小龍蝦，一共就取出5斤5的肉。這丸子現在呀，全看怎麼說呀。要說它是20塊錢1斤小龍蝦做的，聽着有點一般，但要說它是200塊錢1斤的蝦仁做的，感覺肯定特別好吃。早上的時候做了一大鍋丸子湯，這個丸子吧，就是做的有點熬人，吃的也沒啥特別的，蝦味倒是很濃，但沒什麼鮮味，特別像超市賣的那種捨得放添加劑的速凍丸子。完昨天還偷摸留了幾斤蝦，早上一起給做了。吃上這個，我對我汆丸子這個經典的特別懊悔，甚至都想懺悔。我發現小龍蝦這一生最好的歸宿啊，還是麻辣。